当我停止依赖外界的肯定，内在的声音便成为最稳定的导航。那不是因为我忽然变得不在乎他人，也不是因为世界的回馈突然消失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发现，自己长时间把方向交给了外面的眼光。过去的我很习惯确认，做完一件事，先看看反应，说出一句话，先感受气氛。我以为这是体贴，是成熟，是懂得拿捏分寸，却没发现，我其实一直在等一个允许。允许我继续，允许我停下，允许我相信这样的选择是对的。当肯定出现，我就前进；当回馈模糊，我就动摇。我的步伐从来没有真正站在自己身上，我没有察觉，外界的肯定本来就不稳定，它会随着情境改变，随着人心波动，而我却把那样的变化当成对自己的评价。于是我一边走，一边怀疑，一边努力，一边确认。我的内在很忙，却没有真正发生，因为它被训练成必须等外界先说话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感到很累，不是因为事情多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问过自己，你怎么想？那一刻我停下来，不是为了反抗世界，而是为了回头，听听那个一直被我忽略的声音。一开始其实很安静，不是因为没有声音，而是因为我不习惯听。内在的声音不像外界那样清楚，它不急，不评分，不给掌声，它只是很诚实。它告诉我，哪些选择让我安心，哪些方向让我耗损，哪些肯定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哪些界限早就该被画下。这些话我以前都听过，只是没有采信。当我停止依赖外界的肯定，不是一夜之间，我只是少看一次反应，少问一次认可，多给自己一点时间，确认内在的感觉。就在那样的练习里，内在的声音慢慢变得清楚，不是因为它变大声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打断它。我发现，当我依循这个声音行动，就算外界没有立刻回应，我的心也不再那么晃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不是乱走。这份稳定不是自信的张扬，而是一种安静的站位。我不再需要每一步都被证明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为什么要走。外界的肯定开始回到它原本的位置，它成为回馈，而不是指南。它可以参考，却不再决定方向。我不再因为没有掌声就怀疑价值，也不再因为被赞赏就偏离初衷。我开始感觉到，真正的自由来自于不再把方向盘交出去。内在的声音不会要我证明什么，它只会问，这是不是你想成为的样子？这是不是你愿意承担的路？当我用这样的方式前进，世界怎么看已经不再那么动摇我。我开始信任，就算外界安静，也不代表我错了。就算没有立即被看见，
也不代表这条路不对，因为我没有离开自己。当内在成为导航，我走得比较慢，却更稳，比较少比较，也比较少焦虑。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停，什么时候该继续，而不是等别人告诉我。那一刻我明白，真正的肯定不是来自外界的点头，而是来自内在的对齐。当我愿意站在那个位置上，就算世界暂时没有回应，我也不再迷路。当我停止依赖外界的肯定，我没有与世界断开，我只是把根重新放回自己身上，而那个根让我在任何环境里都站得住。当我停止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，世界也开始用对等的方式回应我。那不是因为我忽然变得强势，也不是因为我学会了要求或争夺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意识到，自己长久以来习惯先退一步，再看世界怎么对我。过去的我很容易把自己放低，不是嘴上自贬，而是在选择里，在关系中，在每一次需要表态的时刻，我总是先问，这样会不会太多？会不会打扰？会不会让人不舒服？我以为那是体贴，是懂事，是让事情顺利的方法，却没有发现，当我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放到最后，世界也慢慢习惯，不需要为我多留一点空间。我在关系里配合，在决定里退让，在不舒服的时候沉默。我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我可以，我撑得住。但那份撑，其实一直在消耗我。我没有察觉，卑微不是谦虚，而是一种站位。当我站在那个位置上，世界只能用上对下的方式回应，不是因为它坏，而是因为我先这样定义了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感到很累，不是因为付出太多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站在同一边。那一刻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我不是那个随时可以被忽略的人，如果我也值得被考虑，会不会有不同的互动？于是我开始练习，不是抬高自己，而是把自己放回来，放回与他人同样的高度。我开始说出感受，不再急着合理化对方。我开始表达界限，不再为每一次需要解释道歉。一开始其实很不安，因为我担心，这样会不会太自我？会不会被拒绝？但我没有再退，我选择站住。就在那样的站位里，世界的回应真的改变了，不是立刻变得温柔，而是一种清楚。有些人开始尊重，有些互动变得对等，有些原本让我委屈的情境自然退场。我才明白，对等不是争来的，而是站出来的。当我不再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，世界也找不到理由继续忽略我。我不再用忍耐换取存在感，也不再用退让证明善良。我开始相信，我的感受本身就值得被听见。那样的相信，让我说话的方式改变，走路的姿态改变。我不再低头确认，也不再抬头讨好，我只是平视，
而世界就在那个平视里，开始用对等的方式回应，不是因为我要求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站在否定自己的位置上。我发现，当我尊重自己，很多不尊重自然失去立足点；当我不再委屈，很多失衡也无法继续。这不是一种对抗，而是一种回归。我只是回到自己原本就该站的位置，不高，不低，刚刚好。当我停止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，我没有变得冷漠，反而更真诚，因为我不再用牺牲自己换取关系。世界开始用对等回应我，不是因为它忽然改变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没有再离开自己。当我学会替自己的情绪留一盏灯，命运不再黑暗，那不是因为黑夜突然消失，也不是因为所有情绪都变得温柔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停止在情绪出现时急着把它们关掉。过去的我很怕情绪，尤其是那些低落的、混乱的、说不清的感受。我总觉得他们会拖累我，会让我失控，会把人生带往更糟的地方。于是我学会忽略，学会压住，学会对自己说，不要想太多，撑一下就好。情绪被我关进黑暗里，而我假装什么事都没有。可是那些被关起来的感受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在黑暗里发酵，变成不安，变成恐惧，变成一种说不出口的迷失。我以为命运很黑，却没有发现是我没有开灯。我一直在没有光的状态里前进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每一个转弯都充满猜测，因为我不敢看，不敢感觉，不敢停下来问自己，现在到底怎么了？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走不下去了，不是因为事情太难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陪过自己的情绪。那一刻，我没有责怪自己，我只是做了一个很小的选择。我替自己的情绪留一盏灯，那盏灯不是要我立刻想通，也不是要我变得正向，它只是允许情绪存在，允许它被看见，被承认，被温柔地照亮。当灯亮起来，我才发现，情绪其实没有那么可怕，它们不是要毁掉我，而是在告诉我，哪里受伤了，哪里累了，哪里需要被照顾。悲伤在光里变得柔软，恐惧在光里变得清楚。那些原本让我逃跑的感受，在被看见之后，反而安静下来。我开始理解，情绪不是命运的敌人，他们是导航，只是我以前在黑暗中把导航关掉，才会一直觉得迷路。当我愿意替情绪留灯，我不再在低潮里恐慌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不是被抛下，我只是需要慢一点，陪自己走过。命运也在那一刻改变质地，不是因为事情立刻变好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独自走在黑暗里。光让路看得见，也让我知道哪里可以停，哪里该转弯，哪里不需要再勉强，
那些答案一直都在情绪里，只是以前的我不敢看。我开始在情绪来时不再逃，我坐下来陪他一下，不是分析，不是修正，只是陪伴。那样的陪伴让内在慢慢稳定，也让未来不再那么模糊。因为我知道，就算走进黑夜，我也有灯。命运不再黑暗，不是因为没有风雨，而是因为我学会在风雨里为自己照明。那盏灯不是外界给的答案，不是谁的保证，而是我对自己说的。你可以感受，你不需要一个人承受。当我学会这样照亮自己，情绪不再是阻碍，而是提醒。命运不再是未知的恐惧，而是一条就算有黑夜也不会让我迷失的路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在任何情绪里我都没有关掉那盏灯。当我开始学会不再讨好别人的期待，灵魂便回到自己身上。那不是一个突然叛逆的决定，也不是我不再在乎任何人，而是我终于发现自己长时间把人生过成了一场回应他人需求的演出。过去的我很擅长察言观色，很快知道别人想要什么，也很快调整自己，成为那个比较不麻烦，比较被接受，比较不会让气氛变得尴尬的人。我以为这是善良，是体贴，是让关系顺利的方法，却没有发现，每一次的配合，我都默默把自己往后放。我说着可以，心里却其实不愿意。我答应着没问题，身体却已经开始疲惫。我习惯先顾好别人的期待，再看看自己还剩下多少力气。久而久之，我开始感觉到一种空，不是失去谁，而是失去自己。我完成了很多角色，却越来越不清楚，如果没有那些期待，我到底想成为谁？灵魂像是被借走了，借己关系，借己责任，借给别人对我的想象，而我只剩下一个很会配合的外壳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为自己做过选择。那一刻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我不再讨好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会不会被失望？会不会被离开？会不会不再被需要？这些问题让我害怕，因为讨好一直是我保护自己的方式。但我也知道，再继续下去，我会彻底离开自己。于是我开始尝试，不是激烈的拒绝，而是温柔的停下来。在答应之前，先问问自己，我愿不愿意？一开始很不习惯，甚至很内疚，因为我发现，当我不再立刻配合，世界并没有崩塌，但我的心却开始回来了。我开始感觉到身体比较轻，情绪比较真。我不再一直猜测别人会怎么看我，而是慢慢听见我真正的感受。当我停止讨好，不是所有关系都留下，有些距离拉开了，
有些期待消失了，但那些留下来的连结开始变得真实，因为它们不再建立在我牺牲自己的基础上。灵魂就在这样的转变里，一点一点回到我身上，不是轰烈，而是踏实。我开始知道我为什么说是，也清楚我为什么说不。我不再需要用迎合换取位置，也不再用委屈证明价值。我开始相信，真正属于我的关系，不会因为我做自己，就把我推开。当灵魂回来，我不再那么分裂，不再一边答应，一边怨怼。我内在的声音终于和行动一致，那是一种很深的安定，不是因为被所有人喜欢，而是因为我没有再离开自己去换取认可。我开始明白，讨好别人的期待，看似维持关系，却一直消耗生命；而忠于自己，看似冒险，却让灵魂有地方落脚。当我学会不再讨好，我没有变得冷漠，反而更真诚，因为我给出去的不再是勉强，而是选择。灵魂回到自己身上，我才真正站稳，不是站在别人的期待里，而是站在我愿意为自己负责的位置上。那一刻我知道，我不需要成为所有人期待的样子，我只需要成为那个愿意陪自己走完人生的人。当我愿意承认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，生命便会替我守住那些真正该留下的。那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变得仁慈，也不是因为所有人都学会了珍惜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停止在心里默默同意，被随便对待也是可以的。过去的我其实很容易接受将就，一句不确定的承诺，一段忽冷忽热的关系，一种没有被放在心上的位置，我都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至少还在，至少没有失去。我以为那是成熟，是体谅，是懂事，却没有发现，每一次的忍受都在心里悄悄写下一句话：我好像没有那么重要。于是我留在不清楚的关系里，接受模糊的对待，习惯把失望吞下去。我没有大声抗议，只是慢慢缩小自己，好让一切看起来不那么为难。我没有察觉，不是别人不知道怎么对我好，而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承认我值得被好好对待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因为付出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我一直在为不被珍惜找理由，却从来没有站在自己那一边。那一刻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我真的值得被好好对待，那现在这样的状态，我还愿意继续吗？这个问题很安静，却很清楚。他没有要我立刻离开，也没有逼我做出选择，只是让我第一次诚实地看见自己的位置。于是我开始承认，不是对世界宣告，而是在心里点头。是的，我值得被尊重，值得被稳定的对待，值得不用一直猜测，不用一直撑住。这样的承认没有让我变得挑剔，反而让我变得清楚，
我开始感觉得到，什么是消耗，什么是滋养，什么只是存在，什么是真正的对待。就在那样的清楚里，生命开始替我筛选，不是用剧烈的方式，而是用很自然的流动。有些人慢慢走远了，不是冲突，不是决裂，只是无法再停留在我已经不愿意接受的位置上。有些关系反而变得稳定，不是因为我更努力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委屈。那些真正愿意珍惜我的，开始更清楚地留下来。我才明白，生命一直都在守，只是他守的是我内在所相信的价值。当我相信自己只配得上勉强，留下来的就只能是将就。当我愿意承认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，生命便知道哪些该留下，哪些该放手。这不是失去，而是一种回收。我把能量从那些消耗的连结里收回，交还给自己，也交还给真正对的人。我开始感觉到安心，不是因为拥有很多，而是因为留下来的都不需要我用力撑住。被好好对待，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渴望，而是一种日常的状态。我不再怀疑，不再自我说服，不再为了被留下而忽略自己的感受。我知道，真正该留下的不会因为我尊重自己而消失，只会因为我不再勉强而变得更清楚。当我愿意承认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，生命不再让我独自守着不被珍惜的角落，它替我关上那些让我越来越小的门，也替我守住那些能让我安心做自己的位置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懂得，被好好对待不是运气，而是一种站位。当我站对了，生命自然知道该把谁留下来。当我停止用别人的眼光衡量自己，宇宙才有空间证明我值得更好。那不是因为我突然不在乎评价，也不是因为世界的声音消失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发现，自己一直把价值的尺交在别人的手里。过去的我很习惯对照，看别人走到哪里，做成了什么，被怎样肯定，再回头检查自己是不是太慢，是不是不够，是不是该再努力一点。我以为那是上进，是自我要求，却没发现那样的衡量其实一直在削弱我。因为只要标准在外面，我就永远追不上。世界的眼光会变，比较的对象会换，而我永远站在被评分的位置上。我努力成为看起来好的样子，却越来越不清楚什么才是真正适合我的。我完成了很多事，却很少真正感觉到踏实，因为我走的不是内在的方向，而是外界的期待。那样的我其实很孤单，不是没有掌声，而是就算被肯定，心里也没有真正站稳。因为我知道，下一次比较随时会开始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因为努力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不管我怎么做，
都很难在别人的眼光里得到真正的安心。那一刻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我暂时不看别人，不比较，不评分，我还剩下什么？这个问题很安静，却很深。它没有逼我立刻肯定自己，只是邀请我把视线收回来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不是否定外界，而是不再用它来定义我。我开始问，这样的选择，我是否愿意承担？这样的生活，我是否能安心走下去？当我把衡量的标准收回，内在一开始很空，因为我不习惯没有比较。但就在那样的空里，我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节奏。我发现，原来我不需要那么快，也不需要走别人的路。有些价值不是拿来被看见的，而是拿来好好活的。就在我停止用别人的眼光衡量自己时，世界开始出现不同的回应。不是因为我变得更厉害，而是因为我站的位置变了。我不再急着证明，不再讨好评价，不再用比较推动自己。那样的状态，让能量变得干净，也让生命知道，我准备好承接更好的对待。机会开始对齐，不是突然增加，而是我终于看得见，哪些是真正适合我的，哪些只是用来证明的。关系也开始改变，不是所有人都留下，但留下来的，不再需要我缩小自己，因为我不再站在自我怀疑的位置上。我才明白，宇宙不是吝啬，而是我以前没有留空间。当我用别人的眼光衡量自己，宇宙只能回应比较，回应匮乏，回应永远不够。当我停止那样看待自己，它才有空间把真正属于我的版本放到我面前。值得更好，不是因为我赢过谁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没有再否定自己。那是一种很深的转变，不是变得骄傲，而是变得安定。我知道我在走自己的路，就算外界暂时安静，我也没有迷失。当我停止用别人的眼光衡量自己，我不再把人生过成考试，我开始把每一天当成一次对齐，而宇宙就在那样的对齐里，慢慢向我证明，不是用比较，不是用竞争，而是用一次又一次，不需要我勉强的回应。原来我本来就值得更好，只是直到我放下他人的尺度，生命才终于有空间把这件事温柔地交还给我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